怎么感觉这样好对不起老夫人？对不住了，老夫人，这也是没办法。小少爷，我一猜你就会来。啊，无暇呀，正在房间里难过呢。我们聊聊。嗯。弟弟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哥和水姑娘从定下婚事到取消婚约，仅过了2日。这2日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还有，你和水姑娘是从何时开始的？如果你们真心相爱的话，怎么可以屈服于这命运之说呢？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了一起。只可惜命数让我们无法成婚，但我们还有无数个日夜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这江府的灯笼和红绸会为我们重新挂起。她不是华灯坊的女子，她的真心值得被珍惜。我会珍惜她，我心里有她，也只有她。她值得更好的人，我就会成为更好的人。此爱不为道途之艰险，不为世俗之眼光，满腹奇诡，却心存善念。我爱他，愿与他偕行，仍让他做天上的鹰。我希望哥能记住今天说的话。你都不知道这个江白玉最近又是装疯又是卖傻的，也真是难为他了。为了解除个婚约，真是费了不少劲儿呢。哼，不过这茬儿总算是过去了。可是感觉好对不起老夫人。不会的，我相信他的孙儿一定会找到心爱之人，这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。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忙了一天婚事，饿了吧？来，坐。这是全崇安最好的试食。你怎么把江府的点心给带出来了？这是这家店最有名的，尝尝。这家店，闻着就很香。好甜啊！不错吧？这么看崇安，感觉还真的挺好看的。原来呢，我觉得崇安也就这样了。不过，自从有你出现，这崇安确实变得不一样。那你说我们接下来该做一些什么？这个，一般情侣吃点东西之后，应该会，散散步，或者是找个地方聊聊天，又或者是那些都不够有趣。我想和你做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比如呢？我想送给你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我想要送给你一片星空。我看见了。
清空，只属于你。还在睡着呢，起床了。怎么突然咳起来了？这么烫，怎么回事？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可能是昨天备考太久，晚上又吹了风，伤风感冒了吧？昨晚你不是在温习书吗？你上哪儿吹的风？昨晚我有点口渴，想喝水啊，我给你倒啊。水姑娘，今天来的西域蜜饯，老夫人让我给你送一点。啊，谢过老夫人，谢过嬷嬷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给你倒水。玉儿怎么样了？老夫人啊，奶奶叔父见过老爷。哎呀，听说你又病了，奶奶差点被你吓死。奶奶没事，我就是昨天晚上贪玩，染上了风寒而已。来，叔父给你把把脉。乖孙子，听话啊，好好的让叔叔给你诊治诊治。好不容易从鬼门关给你拉回来，这一次啊，一定要诊治彻底了。哎呀，脉象深沉，玉儿，你这是气血两虚啊。虎儿，要不要给他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呀？我有伤在身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啊，不用全身检查。哎，我就是有些乏累，我多补一补就好了。玉儿，你的脉象不稳，不容小视啊。娘，我这就去配点药，给玉儿补一补啊。多谢叔父。老爷慢走。玉儿平时的身体一直挺好的。无暇，你跟他同吃同住，可知道什么原因？约让你们二人回到平日的状态，说不定就没事儿了。没想到还是咳得这么厉害。奶奶，这是这样，我的脉象不稳，可能就是季节交替，才导致我的脉象虚虚实实的。再说了，我从小不懂事儿，喜欢吃一些狼虎之药来补身体。奶奶，您可千万别多想。吃补药能吃出这种怪病啊？我可不信。好在水丫头现在的身体尚可，可是如果再这么待下去，说不定她和你一样染上怪病。你们二人呢，
注定是没办法在一起了。水丫头，老生我不得不请你离开江府。奶奶，老夫人，什么也别说了。我意已决。无暇，你跟我来，我有话要说。奶奶。水丫头，自从你来了以后啊，这玉儿改变了很多，这是你的功劳。说心里话，我也舍不得你走。但此事既然已经这样，我别无他法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这合约刚过半，若是此刻离开，无暇怕是没脸回琅琊阁。你回去以后，我会向海棠说明情况的，这事不怪你。可除此之外，我还准备了一些黄白之物送给你。
别让他走了，这个病症好不了，我也不怕。你不怕，我怕。你是菊儿留下唯一的血脉，我只要你健康。吴夏走了以后，我会请海棠另择优秀侍女继续辅佐你。水哥就是2个最优秀的侍女，其他人我一概不要。玉儿，大少爷，我已经决定离开相府了。哎，不是，好啦，老夫人，您别担心，我会说服大少爷的。今日我便搬回厢房住，明日我就离开相府。还是你深明大义。奶奶，没关系，水哥，一定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等奶奶冷静下来，我再去劝她。怎么劝？告诉他本就没有相克之事吗？他早已认定我们心生情愫，怎么会信呢？奶奶，水姑娘，老夫人怎么样了？下人们说奶奶并无大碍。不过大少爷生病跟水姑娘有什么关系？老夫人这不是冤枉人吗？不可以断，这奶奶向来信命，她只是怕水姑娘和哥哥彼此受到伤害而已。这样，你们等等我，我去劝劝她。小少爷，我已经决定离开了。无暇，你现在走，这监察预备部的名额就会落于小少爷之手。虽然我会赢，但是胜之不武，你不能走。水姑娘，你不是轻言放弃的人，再等等。这其中还有很多不便去讲的原因，但我已经决定要离开，便不会再改变主意了。这一走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面。不如今晚我们一起去华灯坊喝上一杯，不醉不归，如何？
那个，反正水姑娘也不一定走嘛。万一崇安这几天需要侍女接替的话，那我们还是可以再见面的嘛。大少爷什么时候来？啊，我已经让人传话给大少爷了，估计这就过来了吧。你们不是说奶奶突发心痛吗？都拦着我干什么？老夫人交代，两个人不必相见，明天一早，水无暇离开江府。所以你们挑我过来是不是？我现在就要去找水哥。大少爷，放开我！大少爷，老夫人还交代，过分纠缠对两个人都不好，长痛不如短痛。今天是我和水哥见的最后一面，你们有必要这样吗？少爷，老夫人这几日为了你俩相克之事，已经心力交瘁。刚才的心痛也是真的，在老夫人看来，你俩多相处一刻，对彼此的伤害就更重一分。老夫人也是为了你俩好，你不希望老夫人再病倒吧？咱们先不等他了。这样，谢谢你们今天为我送别，我敬你们一杯。还记得上次咱们这么聚在一起，还是在江州过七夕，喝大酒，玩游戏。今天我们再玩一个游戏，好主意，玩什么？我们就都来说说和无暇在一起最开心和最遗憾的事。
我就特别开心。谢谢你，水姑娘。谢什么？大少爷他有你这样的朋友常伴左右，是他的福气。这样，轮到我了。和你在一起以后，我最开心的事情，便是哥哥的进步。你独一无二的教育方式，我都一一收藏，深有体会。我就是因材施教而已，小少爷过奖了。说完了？哦，不，我还有。我心里曾有过你。你就跟初升的太阳一样，突然闯进我的生活。为了你，我努力改变我自己。我也觉得我的生活更加明亮起来。只不过，如果早一点说，那就好了。谁还没个自己的小太阳呢？小少爷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刚到江府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身为女子，想要走什么样的路，选择权也在自己手里。也正是因为这句话，我的生活也明亮了起来。七姑娘，你也是我的小太阳。水姑娘，那你呢？我最快乐的事，是遇到了你们。我最遗憾的是我走得太匆忙了。尤其是大少爷，他虽然不学无术，任性爱玩，吊儿郎当的又极其不靠谱，可是他本质善良，头脑又聪慧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，可惜我就要走了，新来的侍女又未必搞得定他，所以我想拜托一下你们，可不可以帮忙多提点提点他？一定的。场面过于伤感了，大家收一收。昨日之日不可留，既然大家都彼此照耀，那么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。对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都是朋友，伤感什么呀？来，把酒满上。来，相逢一醉是前缘，干杯！干杯！今天各位敞开了喝，姐姐请客。
江白玉今天晚上没有来，是被看管起来了。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可是如今要走了，还是舍不得。一共3鞭子。这个傻瓜，怎么让你走你就走啊？不知道江白玉现在在干什么呢？还有，沈清礼，今晚你会来吗？你又在干嘛呢？如果早点告诉他我是沈清礼，他便会留下来与我成婚，不再离开我了。可若告诉他我就是沈清礼，日后定会给他带来危险。就这么离开崇安，我真的不甘心。